一个月是180万，人民币的话也就是1万块钱左右。你这样做下来的话，你是够你的学费的，学费和生活费都可以出来的，你完全可以供自己去读书。Hello， 大家好，这里是 Grace。今天 Grace 邀请了特别嘉宾来和我们分享他在韩的打工经验。这位大哥他真的做过很多的工，就来稍微分享一下你在兼职的过程中遇到的那些辛酸苦辣。你刚来韩国，对韩国不是很了解，所以你只能干一些就是出力的活，然后去一些中国人比较多的地方，比如东大门、明洞，还有就是一些建大呀，就是一些餐厅啊，做一些外卖呀，还有就是一些便利店。其实能做的其实不多，但是能做的好的工作不多，但是这些工作呢，一般人都是可以做的，语言不是很好也可以去做，因为是用你的体力和劳动去付出，然后拿到的回报，薪资也很少，就1个小时8350。我其实对你那个工地的那部分特别感兴趣，因为我身边有很多小伙伴，包括我自己也在便利店打过工，我甚至去食堂端过盘子，但是我从来都没有去过工地，然后就来分享一下你在工地中的遇到的一些事情吧。工地和咱们普通的兼职有什么区别呢？就是一个是来钱快，然后赚的钱还多。也不是说赚的钱多，就是来钱快，然后他是把你一整天的时间用在就是工作上面了，他一天几乎是8万到10万，还有10万到15万不等，就是分得挺细的其实。然后那一般工地是做什么活呢？脏活累活，对，没错，就是贼脏贼累的活都交给你了。韩国人不愿意做的工作全交给你了。比如说搬木头，就是一个搬运工而已，还有就是搬砖头、铺路，但是一天600块钱铺路，还挺多的是吧？但是你能不能干得来，这是一个问题。还有就是一些瓦匠，还有就是一些木工，木工韩国也很赚钱。一天20万，韩元1000多，或者一天15万，900块，就是很正常。哦，你说的瓦匠、木工就是水泥匠那种，做木头工艺的那种技术活是吗？对，这是技术活。那这些技术活应该不适合我们这些留学生啦。所以说，除了工地以外，你还有什么就是其他的兼职的经验可以分享吗？其他的兼职的经验就是这个比较好的工作，就是一些中文老师啊，在网上去卖一些东西啊什么之类的。在韩国，你完全可以做一个自己的副业，我觉得，就是我现在也在去做自己的副业嘛，而不是说只一味的去用自己的 part time 去换那个薪资。1个小时只值7000多吗？或者1个小时只值8000多吗？我觉得我的价值远远不在这上面，所以我现在就是正在转型，不去做那些无谓的工作了。那你可以分享一下你现在的兼职，就是你所谓的就是不是用时间去换工资，而是去做别的就是更加有价值的工作，你可以分享一下吗？来韩国久了，我就也是比较熟悉这块吧。然后韩国的学生找我帮忙的也特别多，所以我最近也有做一些存款证明的代办呀，还有就是一些公证认证啊。之后留学申请也懂一些，所以就是也帮同学们代办一些申请。所以说你现在在做的兼职就是帮助那些还不是很清楚韩国情况的同学，就是帮他们申请啊，或者帮他们办这种手续是吗？我只是给予指导，而不是说收钱的那种，就是在申请这方面。因为如果要是想申请的话，我会推给一些比较不错的中介，就是但是我推过去的，肯定他也会给我包红包的嘛，是这样的。既然是无料的话，既然是免费的话，如果有看这个视频的小伙伴有对韩国留学感兴趣又不是很懂的话，可以记得关注一下 Grace， 然后我可以来帮你问这位小哥哥哦。
我们现在聊了很多，有便利店的兼职，然后还有餐厅的，甚至还有工地打工的兼职。就是我们介绍这么多兼职，你觉得一个就是家里经济一般般的留学生，一个月能靠自己赚多少生活费呢？不一样的工作是不一样的，就是可以拿到不一样的钱吧。比如说我在东大门那个时候最辛苦的做呢，是一个月是180万，就是175万，180万这个样左右，就是它是按月薪算的，就每天晚上7点到早上4点20下班，就一干一晚上。来的话，你是够你的学费的。学费和生活费都可以出来的，你完全可以供自己去读书，但是特别辛苦，好多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坚持下来的。没错没错，真的是特别的累。之前也去便利店啊，还有食堂打过工，但是因为太累了，然后又要兼顾学业，就没有坚持多少。但是如果你真的是有这个心去替家里分担的话，我觉得一个月不去说学费，自己的生活费肯定是能赚下来的。如果想来韩国留学，但是又特别担心给家里增加太大经济负担的小伙伴的话，都可以考虑找学习的基础之上赚一些生活费，找一份兼职什么的。嗨，大家好。今天就到这里啦！如果你有任何关于韩国留学生活的问题，都可以留言评论告诉我哦。这里是需要你支持的野生 UP 主，下次再见。